这个时代的富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富豪移民生态是衡量一国经济健康状况的绝佳晴雨表，同时更是全球财富和资源的动向表。提及移民呢，清一色从教育、医疗、福利几大因素陈列展开，但这不过是穷人移民的原因，富人移民的借口。撇开仇富的理论，我们都避而不谈，而心领神会的理由就是自由、身份的自由、财富保全的自由，这其实就是移民最核心的价值。亨利全球公民报告公布了2022年世界财富迁徙的地图。预计了2023年将成为至今为止100万富翁移民数量最多的一年。本期节目呢，将会通过富豪移出国和移入国的数据来分析全球迁徙的局势。如果你也是一个普通人，本期节目呢将会带你走遍全球富人迁徙的地图，掌握世界财富的动向，对你的工作和生活规划可能会产生一些借鉴意义。如果你已经是富人，那么本期节目将会给你一个纵览全球视野的分析，你将会以第一人称视角带入，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富规划和身份的优化。大家好，我是大家熟悉的芬蒂小姐姐，非常感谢大家持续来的关注。我现在呢是在雅典，正好呢是带客户过来去买房子，所以给大家录了这期内容。因为大家在后台一直在频繁问我说，那富人移民的这些国家啊，这个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个统计？希望我给大家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包含一些我自己带入的一个分析，还有哪些国家大家比较适合去移入，无论是移居不移居，但是可以去考虑呢。那今天我带给大家一期非常理性的分享，然后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首先呢，我们引入一个概念 HNWI， 这是指拥有超过100万美金的高净值个人，叫 High Net Wealth Individuals。这张富豪地图呢，描绘了高净值人士的迁移情况，显示了富人正在涌向哪里，又在逃离哪里，对于普通人极具有规划的意义，而对富豪的价值更加是不言而喻。根据历史的数据，2020年疫情封锁的因素导致富豪移民的数据急剧下降，但是随着限制的放松和各个国家开始开放边界，财富的迁徙直接引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或许它刚刚开始展开。那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列出的就是100万富豪外流前10名的国家。那超级富豪离开本国的原因有非常的多。历史上最大比例的100万富翁移民呢，被中国人和印度人包揽了。一个是呢，两个国家本身的人口基础就非常的庞大；第二个就是两个国家本身的国情、民生和人口的自由度有很大的联系。英国富豪的移出率上榜其实并不意外，尽管伦敦一直是受俄罗斯等精英人士的欢迎，以至于该城市有时被贬称为伦敦格勒。而且近年来呢，随着英国脱欧、对入境者征收新的税种等等的操作，都加剧了富豪移出的比例。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近年来也出现了显著的财富外流。那而财富流入国的变化呢，也非常的有趣。我们看一下上个表中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国家，包含位于第一国家的阿联酋。由于地缘政治趋势的变化，富人移民的模式也在悄悄的改变。以往富人移民呢，最容易被社会政治环境等安全的国家所吸引，包含了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而最近2022年的数据呢显示，富人们似乎更喜欢更加稳定的经济体。位居第一的既然是阿联酋。阿联酋呢，零税收地处3大洲的中心，蓬勃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呢，为其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经济。与此同时呢，阿联酋基本上处于这个西方经济圈子之外呢，对于想逃离西方制裁的群体，特别是俄罗斯富豪，是十分恰当的。为什么迪拜这些富豪会选择阿联酋呢？就是因为很简单，因为阿联酋的位置正好在西方这个制裁俄罗斯之外。因为西方这些国家呢，一些具有移民政策的葡萄牙、西班牙呀、希腊等等的都不允许俄罗斯人再去移民了，全部关停。那这个时候俄罗斯富豪的这个财富的走向全部都已经流向了阿联酋。第二名，以色列。以色列尤其是特拉维夫已经成为了科技初创企业和豪华房地产的热点。以色列的上榜也少不了俄罗斯富豪的身影。
与其他需要数年才能获得的护照完全不一样。以色列护照通常只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而且新移民可以获得10年的免税期，不必申报和缴纳在国外所取得的收入。第3名，新加坡。作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新加坡拥有大约44位亿万富翁和更多的百万富翁。那据海峡时报去报道新加坡17%的公司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使其坐拥国际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逃税天堂的一个美誉。那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那新加坡的话又在变征，现在已经是2个亿人民币的门槛，我才给你这个新加坡的一个所谓的 EP 叫 Employment Pass 工作签证。那也就是新加坡现在成为所有移民国家当中入门门槛最高的国家，因为新加坡的话在2022年的话吸引了大量的富豪全部都进入到了新加坡，所以这个时候使得新加坡这个门槛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达到了天价的一个门槛，但依旧阻止不了富豪的移民。葡萄牙、希腊。葡萄牙和希腊是富豪们通往欧洲最为快捷的一条路，也是投资移民的黄金时代的一个产物。在过去的10年里面，该计划吸引了大量来自于巴西、中国、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的百万富翁，投资20多万欧，不仅仅收获一套异国的房产，还附加这个身份，在不影响国际的情况下，多了一重身份和资产的保障，使得对普通人而言也是一个极具诱惑的身份规划。那其实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数据因为希腊的黄金居留的话，已经在2013年就开始，那个时候是1家2代，现在是1家3代。那它除了60%的客户群体来自于中国之外的话，它其他在欧洲关停对俄罗斯富豪这个政策之下的俄罗斯其实是已经超越了中国了，只是中国在平均的这10年数值当中的话占据了60%。所以说像这种简单快速几乎没有任何文件的需要的情况下呢，希腊的确是在这些国家当中业绩我们说第1名其实就是葡萄牙，它的国籍政策，葡萄牙国籍是全欧洲最容易拿到国籍的国家，那它是需要的话5年，每年待满7天就可以拿到国籍，那也是全欧洲最容易拿到国际项目。因为对比一下希腊的话，我们买房子是拿不到国籍的，因为它的国际法不允许黄金签证这批客户拿到国籍，包含马耳他，他拿到绿卡到国籍的话，也需要将近于15年的纳税，再加3年的等待，一共18年。西班牙的话是10年在西班牙长期待满，3年等待周期13年。所以的话，葡萄牙在这些国家当中完胜这些国家，所以葡萄牙的业绩的话，也一直以来的话，也算欧洲表现比较不错的。2022年呢，欧盟国家发布了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了这些投资移民政策下的国家经济状况正在变好。希腊的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的话，增速为5.6%，人均 GDP 重回2万美金。举国呢正在从债务阴霾当中走出来。葡萄牙黄金居留签证除了购房移民的区域限制之外呢，投资移民的门槛呢也已经被提高了，现在已经从25万欧元的话，已经涨到了50万欧元，是7月31号的时候就可以实施这个政策了。那之后的包含雅典市区南部这个等等区域的话，几乎全部都已经变成了50万欧元了，那也只能买1套，而且不允许买多套。所以这个的时候可以看到了，黄金居留吸金的这个能力的话非常非常的强，导致国家呢一下子把这个政策全部的给提到了最满值，也就是最高值50万欧元的话，相当于拿出了西班牙移民的门槛来去做希腊移民。各个国家投资移民的门槛收紧，移民大门逐渐关上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留给普通人的移民机会的如何去甄别呢？最后移民通道的开放涌现了移民市场的部分乱象，警惕高收益率的包租陷阱，将老破小的房子提高 N 倍价格，然后以更高租金的收益率来吸引海外的投资者。殊不知呢，租金收益承诺只是小头，而真正的大头在于房产本身价值的一个提升。警惕一房多卖的钓鱼房，如果房产已经不具备身份办理的属性，那么就丧失了投资的意义。面对这种情况呢，我更加建议你通过一家专业的这个移民公司或者是移民律师来进行操盘，无论是移民手续还是本地房产的合规化以及投资房产的这个甄别选择，专业的人士都会为你规避更多的风险。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去讲一个例子这个是无论这个移民机构也好，还是你在海外找到华人也好的话，那大家对于都是房子本身要做好充分的这个尽职调查，包含反价。大家都知道我是2013年的话就已经给希腊开发商做高管，那希腊移民的话我是第一个开始做的，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团队的做起，整个使得希腊的话成为了全中国最热门的一个移民项目。那如果大家鉴别不出来，包含当地的华人给大家的房子，然后包含中国的移民公司给大家房子，然后大家就是不知道房价到底是如何的情况下，因为海外的华人的话他也会加价，包含的话他给你看的非常好的房子，然后你跟他咨询没2天的话，他就说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然后再给你推荐他比较推荐的房子。所以其实无论是国内的移民公司还是海外的华人
人其实他都在挣购房移民的钱，但是我觉得合理就好。所以如果大家甄别不出来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啊，屏幕上也有我的联系方式。任何类别的移民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的话都是大事，其结果呢都影响到了家庭未来的规划和发展的方向。随着各国疫情的一个逐渐结束，世界的秩序恢复，全球的财富迁徙还将继续。富者呢，总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延续、保护、传承自己的财富啊。而这对于我们的广泛大众而言呢，借鉴意义十分的充足。希望本期视频呢，可以给你更多的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国家的移民政策、世界移民的动态啊，欢迎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这个屏幕前的你来添加我的个人联系方式。那我们下期见。